家好，欢迎收听自然说中文，我是小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阿杰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看起来像是一张非常长的清单。呵呵，这是我上个星期天晚上写的待办事项清单。哇，让我看看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跑步，读完2本书，你的计划确实很雄心勃勃。没错，但是你看这些项目旁边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，一个打勾的标记都没有。对，现在已经是星期五了，我连一项都没有完成，我完全被自己的拖延症打败了。这种感觉太熟悉了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：拖延症和我们的待办事项清单。如果你正在学习 HSK 3级到4级，并且你也总是喜欢说明天再做吧，那么这期节目绝对适合你。没错，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点赞留言哦。今天我们会聊聊为什么我们总是找借口，以及最后如何学会原谅自己。我们还会学习一些非常有用的词汇和句式。让我们先回到上个星期天晚上，你写这个清单的时候，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我当时觉得充满了希望。周末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下个星期我一定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人。我完全明白，这就像是一种魔法错觉，只要把事情写在纸上，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完成了一半一样。是的，我的妻子小爱也非常喜欢写清单。她有不同颜色的便签纸贴在冰箱上、镜子上。那他能完成他的清单吗？她比我好一点，但是我经常不小心弄丢她的便签纸，然后她就会说是我导致了她的拖延症。哈哈，找替罪羊也是拖延症的一部分。我自己的问题是，我的清单总是太长了。没错，我们总是忘记自己也是普通人，也是需要休息的。是的，理想中的你非常勤奋，但现实中的你却只想躺在沙发上。简直不能再同意了！我甚至用了3个不同的手机软件来管理我的时间。结果呢？结果我花了1个小时在这些软件里选颜色，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工作已经很努力了，就去喝咖啡了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假装在工作。为了避免做一件困难的事情，我们去做了很多看似有用的简单事情。太真实了，而且有些任务在清单上停留了几个月，比如清理车库。为什么不把它删掉呢？因为如果我删除了，就好像我承认自己失败了，所以它就一直待在那里，让我每天都感到内疚。这种内疚感其实也是一种消耗，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被这种内疚感累倒的。没错，其实很多专家说，如果你有一个任务超过3个星期没做，你就应该直接放弃它。顺其自然也是一种智慧，既然不想做，就承认它不是那么重要。但是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，比如付信用卡账单，我不能对银行说顺其自然吧？哈哈，银行可不吃这一套，所以我们才会有星期一的借口。说到借口，你最常用的拖延借口是什么？那肯定是我还没有喝咖啡。我觉得这简直是万能的借口。哦，这也是我的借口之一。我总是告诉自己，喝完咖啡我就会充满灵感。对，但是当我喝完第1杯咖啡，我又会觉得肚子有点饿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然后吃完东西，你就会觉得我吃得太饱了，有点困，需要休息10分钟。
完全正确。我的弟弟阿乐是一个健身狂人，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锻炼。哇，这需要极大的毅力。他没有拖延症吗？他当然也有，虽然他不拖延健身，但他会拖延洗衣服。他的脏衣服在房间里堆积如山。这就是人类，我们在某些方面非常自律，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完全失控。还有一种借口是天气不好，下雨天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可以在家躺着。是的，比如我一直说要去花园里除草，但是如果太热了，我不想去；太冷了，我也不想去。我的天，你的邻居张大爷没有抱怨你的花园吗？他当然抱怨了，他总是给我很多园艺建议，可是我宁可听他唠叨，也不想去拔草。这就是拖延症的最高境界，宁可听人唠叨，也不去采取行动。其实，我们之所以找借口，是因为这项任务本身让我们感到害怕或者无聊。同意，如果是去参加派对，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太累了，或者没有喝咖啡。没错，动机决定了一切。除了借口，我们还有另一种强大的拖延武器。是什么武器？那就是再看一集短视频。啊，这简直是我的致命伤。手机可能是拖延症最好的朋友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你准备开始工作，然后你想，我只看5分钟手机。当然有，这5分钟最后总是会变成50分钟。因为手机里的视频太好看了，特别是那些搞笑的宠物视频。对，我经常看着别人家的金毛狗，然后再看看我家的狗巴纳比。巴纳比在做什么？他正在把我的袜子藏在沙发下面，而我却在沙发上看视频，不想去阻止他。你们2个都在拖延。这种只看5分钟的陷阱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大脑需要多巴胺。什么是多巴胺？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。看短视频能马上给你带来快乐，但工作不能。这很有道理。工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，所以大脑就想选择最简单的快乐。不仅是短视频，有些时候我甚至会去打扫卫生来拖延工作。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假装在工作，至少打扫卫生会让你的房间变得干净。是的，小爱回家看到干净的厨房，还夸奖了我。她不知道我其实是为了逃避写报告。除了假装在工作，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，你有没有买过很多书，但是从来不读？哦，当然，我的书架上全是新书。买书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买到了知识。这也是一种购买即完成的错觉。你买书的那个瞬间，大脑产生了满足感。结果这些书就像我的待办事项一样，在角落里吃灰尘。拖延症有时候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呢。不过，拖泥带水总归是不好的。对，如果一直拖下去，最后几个小时的压力会非常大，让人心力交瘁。所以，我们不能一直被这种陷阱控制，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法。既然我们都承认自己是拖延症的受害者，那么我们该怎么解决它呢？我觉得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原谅自己。原谅自己，这听起来像是在鼓励拖延。不是的，因为过度的内疚感会让你更加害怕开始。原谅自己昨天的失败，今天重新开始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
这也是中国很有名的一首诗，所以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今天。那具体的行动方法呢？我有一个很有用的技巧，叫做2分钟法则。2分钟法则，是说任何事情只做2分钟吗？对，如果一项任务只需要不到2分钟，比如回复一封简单的邮件，那就立刻做，不要写在清单上。那如果是一个需要2小时的大任务呢？比如写一篇文章？你也可以用这个法则，告诉自己我只写2分钟，如果不想写了，就可以停下。这招很聪明，因为最难的部分往往就是开始的那一刻。只要开始了，通常就会继续做下去。没错，其次，不要把你的清单写得像一本书一样长，每天只挑出最重要的3件事。3件事听起来很容易完成，这样每天结束时就会有成就感，而不是内疚感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改变你的工作环境。如果手机让你分心，就把它放在另一个房间里。这招我试过，但是我会每隔5分钟就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检查有没有新消息。那你可以尝试去咖啡馆或者图书馆工作，在那种安静的环境下，你会更容易集中注意力。确实如此，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认真工作，我也会不好意思玩手机了。是的，生活不是一场比赛，顺其自然一点，你会发现其实效率反而更高。看来我今天回家后需要把那张长长的清单撕掉了，或者把它折成一架纸飞机，扔掉它。聊了这么多对付拖延症的方法，其实在中文里有2个句式非常适合用来表达我们的决心和选择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式，依旧。这个句式很常用，它表示2个动作发生的时间非常近，第一个动作发生后，第二个动作马上发生。当你想要表达某种条件导致了某种结果，就可以用这个。比如，我一回到家就打开了电视。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可以说，我一遇到困难的任务，就想找借口拖延。非常准确的例子。或者对于那些短视频爱好者，他一拿起手机就停不下来了。依旧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习惯，也可以表达一种决心。比如，我一吃完饭就去洗碗。没错，接下来看第2个句式，宁可也不。这个句式用来表达在2个都不太好的选择中，你强烈的选择其中一个。当你想要强调你不愿意做某件事时，这个句式非常有力。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说的一句话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宁可听张大爷唠叨，也不想去花园里拔草。呵呵，对的。再比如，我宁可今天熬夜把工作做完，也不想明天被老板批评。学会了这些好用的表达，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聊天中用到的几个重点词。没错，进入我们的词汇角。欢迎来到词汇库。今天我们挑选了3个非常有画面感的高级词汇。第一个词，拖延。拖代表拉或者延后，延代表时间变长，拖延拖延。拖延就是把今天应该做的事情推迟到以后再做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整期节目的主题。是的，不仅可以说拖延时间，我们还经常在后面加上症字，变成拖延症。比如，我的拖延症越来越严重了。非常好的补充。第2个词是一个成语，堆积如山。堆代表放在一起，积代表累积，如代表好像，山代表大山。堆积
如山，堆积如山。这个词非常有画面感，它用来形容事物非常多，像山一样高。比如阿乐房间里的脏衣服，或者我们在办公室里的工作，周末结束后，我的电子邮件堆积如山。大家要小心，如果不早点处理，待办事项也会堆积如山。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3个词心血来潮。心代表内心，血代表血液，来代表到来，潮代表潮水。心血来潮，心血来潮。心血来潮的意思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或者突然有了热情去做一件事，就像潮水一样突然涌上来。没错，就像我上个星期天晚上写清单的时候，我就是心血来潮，想要改变世界。所以心血来潮做的决定往往缺乏恒心，很容易半途而废。比如他心血来潮买了一架钢琴，但是弹了3天就不碰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关于拖延症和借口，希望你能找到应对的方法。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作业，请在评论区用中文回答，你最近在拖延哪一件事情呢？不用害怕写错，最重要的是勇敢地表达自己。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学到的依旧句式。对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千万不要拖延哦！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拜拜。